请下务长。苏人事长，还有在座各位先进，好，大家早安。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蔡明顺。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我们天下的 SDGs 这个创新论坛，我们来谈一下有关于人工智慧。承袭刚刚苏人事长从公部门的视角来看人工智慧的推进，跟接下来往下的一些进展。那我接下来呢，要从有关于产业视角。那产业视角呢，多数是在私部门，那更多其实是跟各位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领域。我的这个一开始我要先跟各位来谈一下，就是过往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有关于变革技术其实都带动了相当多的改变。这个改变通常都是我们称呼从工业革命发生了之后呢，就会有所谓社会革命，有社会革命之后就会有政治革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呢，从去年的 G7 跟全世界大国不仅在探讨 SDGs， 也在探讨人工智慧。所以这个东西呢，加起来有人称呼叫做双轨转型，不管从国家构面，或者是企业构面，还是产业，都是一样的。那我特别回顾一下这50年来3个大家最有感的，因为我大面积的看了一下，大家多多少少至少都参与过2个 generation。第一个 generation 就是资讯革命。资讯革命呢，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叫做边际成本的这个降到最低什么是这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每增加1个单位成本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这叫边际成本。那边际成本等于0，意味就是说我只要 create 1之后，剩下的东西基本上成本是最低的。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件事了。第一个部分就是资讯革命，资讯革命带动了运算、计算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大概1970年代到1990年代这个 range 呢，我们台湾抓住了一个重要机会，也就是个人电脑的时代来临。那个人电脑时代来临呢，带动了有关于运算，也就是电脑化、资讯化这个时代。那我想，我们在学校从原本以前的文书作业，从纸本进入到有关于电脑化、自动化，透过 Office 或者相关的一些软体，其实就是在这一波有关于资讯革命，它把人类的计算成本降到最低。第二个部分就是在1990年代，这个是 Internet 开始崛起了。这个时代最大的历史意涵在于，我们讲到的资讯的分送成本降到最低，也就是边际成本最低。什么概念呢？以前我们是需要送公文的人，以前我们需要传真机，以前我们需要很多的人事作业去做很多的发布。当 Internet 出来之后呢，我们开始有了 email， 有了把传真机取代掉，很多的新的这种网络系统呢，就可以把很多的讯息送到我们所需要的各端。它在分送成本上是边际成本降到最低。接下来呢，它也带动了几个很重要的关键改变。第一个部分就是电子商务的非常的盛行，大概在这20年期间。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社交媒体，我们开始把人原本是有实体的这种往来，变成了线上的一种往来。当然还有很多，其实我们都恭逢其盛。那在2007年之后呢，智慧型手机又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它结合了互联网，更 powerful 了。接下来呢，它透过它让全民使用电脑这件事情，达到了一个可行性。我的70、80岁的父母，原本以为我们一辈子大概不会用电脑，但是他们现在会用 LINE 长辈文贴图给我，这是第2次很重要的改变。第3次的改变是现在这一波呢，我们叫做 AI 时代的来临。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意涵是创作成本、边际成本降到最低。因为举凡接下来的文字、影音、图片，还有很多的程式码，其实在整个 create 的成本上是非常便宜的。那这个部分呢，就带动了我们今天要探讨了这一波的生成式 AI 带来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产业场景改变。上头这个例子呢，主要就是这种运用这个生成式 AI， 结合了把我们台湾所有这个法规的东西喂给他，然后透过
OpenAI 的 API 去产生了一个类似回答的这个聊天机器人。事实上呢，就好像我们去律师事务所，当我一开始要被按铃计费的时候，这一块的程序呢，基本上已经透过 AI 可以解决了。那意味就代表对于法律或者专利代理人这个行业带来了一种冲击。第二个部分呢，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有关于电信行业在运用推荐线上的影片。过往我们在做这方面呢，我们是需要透过资料分析，然后进行个人的使用者行为跟个人本身来讲要做贴标。贴完标之后呢，它能开始产生比较好的推荐。做什么呢？做 upselling 跟 cross-selling， 去做很多的推荐。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一段的整个流程呢，基本上透过了生成式 AI 人工智慧来取代掉。它让本身来讲，线上就好像有一个真人直接在跟你推荐你可能喜欢看什么影片。你本身来讲，你从跟你互动过程里面，我推荐你看这个影片的理由是什么，应该去怎么来去做推荐的。那这个上头来讲的话，运用就我们有相当多的叫 MarTech， 就是 Marketing Technology 的运用在这上头。刚刚提到的生成式 AI 带来的改变，不只是文字对文字、文字对图片，或者是文字对这个语音或程式码。事实上，接下来你会发现有相当多，应该讲越来越多，您看到的刊物，看到很多的文字，看到很多的图片生成，甚至在外面有相当多的广告，事实上都已经不是由人实际画出来的，而是透过生成式 AI 去产生。那这上头两个东西是这个软体呢产生，左手边呢这个叫写论文的女孩，事实上呢，大家这个丢出来之后是大家有争议的，因为很少看到写论文的女孩会开心的，但是事实上它是用生成式 AI 模拟那个日本的动漫叫《星海乘风》做出来的东西。右手边呢这个叫 Sora 是前一阵子发布的，它事实上是直接可以拍出人类模拟这个电影可以拍出来的这种质感。那这个也促成的开始好莱坞在探讨到底要不要再有那么多的后置工作在这个前面，因为人工智慧已经带来一个冲击改变。那人工智慧特别是生成式 AI 这一波呢，事实上是无所不在的。那在这上头来讲，我特别讲到冲击最大的行业，因为我们过去这个1年多的时间，矽谷大概裁了27万人。台湾目前虽然还没有开始有这么大一波，但是可以毫无疑问的是，它针对于写程式或者是软体开发这一行，它带来了一个变革。这个变革我们不能讲是负面的，因为虽然失业了，但是这些人他有可能间接再去促成这一波的人工智慧革命开始。因为我是 Internet 时代在念书的，2000年之后 .com 泡沫之后，那一批被裁员掉的 .com 泡沫的人，事实上接下来在2003年之后促成了整个企业异化。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变革，我觉得是一个世代的交替。那这一波的这些会写程式、懂人工智慧的人，虽然他们进行了一个职业转换，但也代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已经来临了。再回到大家比较有感的，就是我们从企业的管理角度，我们通常会讲产销人发财，五管这个概念呢，事实上运用人工智慧已经是无所不在了。我这举例子就是引用了联发科自己有一个达科系统，事实上他们是内服转外用。那内服指的是说，他们已经运用了人工智慧、生成式 AI 的软体，在内部进行各个部门实际去运用人工智慧，产生人机协作，间接的接下来促成了他们整个工作流程、生产力的提升。那之后呢，他们运用它推广到外面来，可能给企业端的服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接下来的生成式 AI 不会只有在云，可能接下来我们的手机端、在地端全部都会无所不在。以上呢，这个跟各位举这些例子呢，就是要跟各位提的说，这个时代不是还在观望，它很像远处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当你意识过来的时候撞上你，我们该怎么去因应呢？那生成式 AI 已经带来了各行各业、各种产业端的变革。在右手边看到的是原本我们预设各种智慧加上 AI 加的场景，
但这一波的生成式 AI 从原本的技术研发已经跳到了全民普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到底 AI 时代每一个人该学习什么。从我刚刚的思路来看的话，刚刚生成式 AI 在出来之前，已经带动了资讯革命跟 Internet 革命。左手边这个部分就是任何一个职场工作者、专业经理人、知识工作者，你本身来讲到职业上面，一定去做很多的行业深化，最后成为一个行业领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深化 domain。Internet 的部分呢，带来了我们在产生了一个叫做社交影响力或社会影响力的扩散。所以有很多人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可能是 YouTuber， 他可能是网红，他可能透过了社交媒体产生了一些另外一种层面的社会影响力。但今天人工智慧来的时候呢，基本上还要多一个能力，就是跟人机协作的能力。这上头我特别用红色框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刚刚举了这么多例子，最关键的是人工智慧能处理大量复杂非线性的数据。这些东西是过往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建立经验法则的程序里面，我们通常会从资讯的收集过滤，资料的收集过滤，接下来产生资讯，资讯之后呢产生知识，大多数的是仰赖知识工作在这个层面。不幸的是，刚刚我讲的流程都在颠覆这3个的收集过程，而这3个收集过程变得又快，而且又多元，又能跨领域。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提取的是洞察，是我们做的决策品质能不能提高。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已经因应到这件事情。那产业部分呢，当然走得稍微快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的国际竞争力，他们也有订单驱动的可能性。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不走在前面，有可能行业会颠覆它，甚至被消灭掉。所以很多的企业事实上已经在做了很多的因应。那我特别举了3个tier， 第一个部分就是 prompting 的 engineering， 就是我有关于提示工程。这个部分就是基本上你要人机协作，你一定要会下提示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像你要跟另外一个人实际的人沟通，你也要懂得跟他怎么做沟通、互动、提问。第二个程序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LLM 的部分呢，建立这个像 RAG 这个东西。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企业端不见得一定敢上云，因为它有很多的 regulation， 但是地端的解决方案其实已经在推陈出新。刚刚苏人事长在这个讲到，就是说公部门事实上也动起来了。我们人工智慧学校其实从2023年年初，我们的会议记录也改成直接透过这个生成式 AI 直接去帮我们结合这些像 Whisper 这种软体，我们去产生会议记录。所以这方面的整个效率一定是带来很多的一些改变。第3个程序就是说，如果今天企业端能把它自己累积多年，不管叫 KM 软体，或者是叫收集很多的 ERP 各种数据汇整给这个人工智慧，那它也能产生一个内部的聊天机器人。这个概念很像 Internet 时代，我们有所谓的 Internet 的搜寻引擎，可是我们也有 Intranet 的搜寻引擎这个概念。好，那事实上应用在整个人工智慧领域，第一个 tier 就是我们讲到的结合工具，这里面包含的从办公室软体 RPA， 甚至到外部的读取报告、收集分析资料，很多的幕僚作业，事实上在这个层次就可以做完了。第2个层次是刚刚提到了，透过生成式 AI 结合了 RAG， 这个我们讲到的这种技术，这个是目前运用最多，企业询问度也最高，而且导入端也是最 popular 的。我想在下半年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应用案例。那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企业跑得比较快了，现在已经 announce 了这个成果。第3个部分呢，就是谈到了有了生成式 AI 结合了人机协作，一定会带来接下来的工作流程的改变。这个工作流程改变呢，会颠覆我们很多原本的标准作业程序。光这些 SOP 要做一次 re-engineering， 它事实上就会 create 很多新的职务出来。好，所以基于这3个层次呢，我们要来推动。为什么从过往我们谈到产业 AI 化、训练 AI 第一波的大军，转变成我们接下来要来推动全民 AI， 而且是希望大家能运用 AI 来翻转台湾的竞争力。所以
大概有几个行动跟各位来做个报告。第一个行动呢，我们把人基本上运用 AI 分成3种不同的角色跟场景。第一种人是最多的，叫做用 AI 的人，他把 AI 当成工具，我们需要方法论。第二种人呢，我们叫做 AI 的人，他把人工智慧当成是产品跟服务，我们是需要赋予他能驾驭他的能力。第三种人人数可能比较少，但是他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要来管 AI 的人。管 AI 的人除了技术之外，他要了解法规，了解数据偏见，了解假消息来源怎么去做查核，了解怎么去做监管，了解怎么去做治理。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第三种人。我们要来推这件事情呢，需要公司协力，也需要很多的产业一起来推动。那我们事实上在今年快要就是我们已经要 announce 了。事实上，就是我们来推动有关于人工智慧台湾的国家级 AI 人才认证。这个计划呢是一个蛮大的计划，除了私部门之外，也有公部门的助力。那我们会把刚刚谈到的3种角色，分别定义成所谓的素养级，第2级叫工程级，第3级叫管理级，这3种。好，那事实上，其实我们这个动作跟整个行动已经展开了。在第1季度2个礼拜前，我们已经跟国科会还有北科大、政大几个大专院校开始来推动有关于工作坊。这个目的其实是希望培育在校学生跟已经出社会的人士，能产生一个很好的协作，把产业的问题带给在校的学生，把在校的学生能解问题，带来这些工具方法论的变革，也能 input 给我们的产业。那第2块呢行动呢，我们跟天下也有一个合作，我们的天下学习这个创新学院，我们推动了 AI 的素养的认证课程。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4月份就会正式的上架。最后呢，我要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时代事实上是终身学习，大家都需要再重新再学习赋能的一个时代。那所以呢，有几个重点是大家在学习 AI 上头你可以去关注的。外面的整个线上资源也相当多，那你当然也可以来人工智慧学校上课。不过大概这几个重点，第一个部分就是了解人工智慧的技术逻辑，因为太多的报章杂志披露的东西都是已经是转2手、3手，甚至是被吹捧过的消息，它不见得是真实的。你如果能了解技术逻辑，你才能看穿有些人是在胡说八道，但有些技术你是应该掌握。第2块其实是不免做人工智慧一定跟数据有关。过往我们把资产都是当 physical 的资产，但是今天我们有个 logical 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digital 的这种资产，就是数位资产。data 事实上是可以不管是变现或者是做有效利用。当然，数据本身是需要去结合不同领域，它才能产生一个很好的纵效。第3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人机协作。刚刚我已经探讨很多了。第4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安全的控管，资讯安全的隐私在上头，这上头也要建立一些基本素养。最后一个就是终身学习。那所以我们最后的愿景是希望透过 AI 再翻转一次台湾的竞争力。好，谢谢大家。掌声谢谢蔡明顺校务长，谢谢。